今天就带大家去传说中的哲学家小路。都说这条小路的风景如画，还有人说可以一面散步一面思考人生。哇哦，听起来就很写意啊！那么就跟我一起爬上220米的山腰上。对啊，这条路不在平地上，但是不要担心，如果我可以，你和他也一定可以的。上山的路线有2条，第一条是蛇小路，就在老桥的对面。在上一集最美的赏花路线有教大家怎么走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。蛇小路顾名思义，蜿蜒曲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路是这样的。不久之后就开始陡峭了，走上去还是需要一些体力的。看看这个坡的斜度，不要紧，那风景就是我的动力。途中有一些休息的地方，可以眺望对面，也算是给登山者的小鼓励。这是从观景台上看出去的风景。我们继续登高，在第一个观景台之前，我们就从爬坡变成爬梯级了。爬了无数个梯级之后，我们来到了第2个观景台。从这里之后又开始爬坡了。我突然觉得这很像玩游戏。第一阶段爬坡的考验通过了，然后第2阶段梯级也克服了。现在第3阶段爬坡加梯级，要注意脚下什么时候有梯级。你看，这是第4阶段，有点难度了吧？凹凸不平的路面，森林局是故意的吗？转角处给你一个惊喜，终于看到哲学家小路了。上面可以右转和左转，右转可以去到的景点，我就留白让大家有想象的空间，或者等你们亲自来体验。左转走几步就看到这样的风景啦。看这棵玉兰花，好美呀！哲学家小路上有很多这种长凳，让路人在这里好好的享受美景和稍作休息。从这里看到的风景是这样的。这是智利南洋杉，英文名又称猴子迷惑树，是智利的国树。圆形的球花显示一棵雌树。再往前走，有一条向上的分岔路口，哲学家小路也差不多到另一端的尽头了。它的另一端是花园。
如果你从市区的 Neuenheim 登山，这里就是山药路段的开始了。这就是第二条路线，直接从 Neuenheim 城区的哲学家小路上去。不久之后就来到海德堡大学物理系院校了。在这山坡上的院校都属于理论物理系的，另外还有实践物理系，在对面的王座山上。海德堡的物理系享誉全球，近期的 James Webb 太空望远镜里面重要的零件研发，海德堡大学物理系功不可没。这栋房子原本是为一位动物学教授而建的，二战期间他被德国纳粹迫害，不得不离开德国。现在这栋房子是物理系图书馆。几乎每个登山者在这陡峭的山坡上都会走得气喘吁吁，哪里还会思考什么人生？当你走到怀疑人生看不到房子的时候，就是快到了。进入这里就是自然保护区了，有路标明示。这是希腊银莲花，又称风花。遍地长着蓝葡萄风信子，又叫蓝狐花。它有至少2个凄美的故事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看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在前面的岔路往上走。从这里，我们去看看 Bismarck 塔楼。路上还可以学习，这棵树叫做软木橡树，它的树皮一般用来制作软木塞。从软木橡树对面的梯级上去，就来到这个地方。无论是左边的小路或者前面的梯级都可以到达，我选择梯级。小路和大树，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美呢？走到路的尽头，就来到了这片地方。其实从橡树对面的梯级之后，就有条大路通罗马，是通 Bismarck 塔。这块纪念碑上刻的是浪漫主义著名的诗人 Eichendorff 的诗。他曾于1807年到1808年在海德堡居住，就读法律系。被这童话故事般的魅力所吸引，徒步的人都沉默了。继续前进，如果可以的话。这大概就是他们梦中所见的吧。每个人都把它视为家，而这魔法还没有欺骗过任何人，因为他们搬到的地方是海德堡。每年的3月到5月，森林里肥沃的土壤中长出白色的丛林银莲花，然后形成一片花田。在德国，它的外号叫巫婆花，花期一过，它又整株消失了。银莲花的旁边就是 Bismarck 塔了。我曾经登上塔楼，上面可以看到令人惊叹的美景。在
在返回的路上，看见迎春花还只是零星的几朵，过一阵子这里应该就会金黄色的一片了。夕阳无限好，海德堡的地标和老城是金色的。我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这样的风景就一直的伴随着我。